我们开始 ins 平台快速起号这个系列。今天讲的第一节内容是帖子素材批量搬运，就是把 ins 平台帖子中的视频或者图片批量下载到本地。那我们在搬运帖子素材的时候，一般有3种场景。第一种场景，从话题标签的帖子中批量下载素材。第二种场景，从指定的 ins 账号中把帖子素材批量下载到本地。第三种场景，根据少量的帖子网址批量下载素材。那我们先讲第一种场景，就是从话题标签的帖子中批量下载素材。我们可以先加载一个已经登录的 ins 账号，然后把话题标签复制到搜索框中。如果我们要抓取的是帖子数据，话题标签前面必须有一个井号。这边设置抓取的数量是100个，我们要勾选热门。如果不勾选，抓取的是最新帖子数据；勾选的话，抓取的是热门帖子数据。点开始搜索，开始抓取帖子数据。那这100个热门的帖子数据已经抓取到本地。如果我们想把这些帖子素材全部下载到本地，我们可以右键菜单，点击全选，然后点击下载帖子来创建任务。如果我们只是选其中的一部分，比如选择这个是含有视频的帖子，选这个是含有图片的帖子，再选一个。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只选3个，然后点击下载帖子。好，下载素材的任务已经创建完成。我们定位到任务管理界面中。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下载任务。我们右键菜单，选择开始任务。那它已经在帮我们在下载素材了。这3个帖子素材已经都下载到本地来，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可以打开下载目录，那这个文件夹就是我们刚刚下载的帖子素材。我们打开来看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素材的命名格式，它是以帖子代码来命名的。比如说，这个帖子代码，我们可以看一下。复制帖子网址，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命名规范是以帖子代码来进行命名的。第一种场景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再讲第二种场景，从指定的 ins 账号中把帖子素材批量下载到本地。比如我们要搬运这个账号的帖子素材，查看下我们的 ins 账号已经加载完成。我们复制目标账号名，我们这边要抓取的是账号里的帖子数据，所以账号前面要加一个 @， 然后把账号名复制进来，然后这边的抓取数量你可以设置更多，
看看这边账号里可以抓取的帖子数量，可以抓取的数据是2900多条。那我这边为了节省时间，设置24个。这个热门或不热门，我们不用选，因为抓取的是账号里的帖子数据，不是话题标签。设置完成，开始搜索，软件就帮我们开始抓取账号里的帖子数据。24个帖子数据已经抓取完成。那比如说，我们只想下载这3个帖子的素材，或是你想抓取全部，你可以右键菜单全选，选择完毕之后，就可以创建下载素材的任务。这边已经创建成功，任务 ID 是78。我们定位到任务管理界面，这个任务名含78的，就是刚才我们创建的下载任务。那我们右键菜单，点击开始任务。软件已经帮我们在下载素材了。素材下载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打开下载目录，这个文件夹含有78，就是我们刚刚下载素材的目录。我们打开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下载的素材。好，我们接下来介绍第3种场景，根据少量的帖子网址批量下载素材。那比如有些网址是我们的朋友分享给我们的，或者是我们在浏览话题标签的时候碰到我们想要下载的帖子。比如这个帖子，我们在上面右键菜单，复制网址链接，然后粘贴到我们的记事本中。或者我们直接打开这个帖子，在浏览器中直接复制网址，粘贴过来，或是你点开帖子右上角的更多图标，选择复制链接。如果是在手机端，每个帖子左上右上角都有一个更多图标，那我们点开来后，会发现复制链接的地方，它要么是图标，要么是文字。我们选择复制链接后，然后粘贴到这边，可以发现帖子代码是一样的，它的这个是 real 的网址格式，那没关系，因为 real 它本质就是帖子，所以它的帖子代码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只是演示给大家看。我们再找个帖子，比如说我们要下载这个帖子的素材，演示一下。复制链接地址。我还想再下载一个，比如说这个帖子，然后复制到这里。那我们要把这3个网址里的帖子代码，把它复制出来。然后拷贝到我们的软件的搜索帖子界面，复制到这边代码框中，然后直接点击下载。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再创建任务了，直接下载更方便。这种下载素材的方式比较适合少量的帖子。好，素材已经下载完成，那我们打开下载目录，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下载素材的文件夹。那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说，素材的命名方式是以帖子代码的名称来命名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这个代码开头的所有文件是同一个帖子的素材。这个帖子里包含3个素材和1个文本文件。文本文档这里头包含的是帖子标题内容，另外3个素材是2张图片加上1个视频。我们找一下这个帖子网址，以这个开头的帖子代码，我们来打开网址看一下。第1张是1个图片，第2张也是1个图片，那第3个素材是1个视频。那我们可以看到第1张是1个图片，第2张图片开始就以加上数字2结尾，第3个素材是以数字2结尾。那第3个的图片，它其实是视频的一个封面。我们点开这个视频看一下，它是这个视频的封面。这个就是该帖子的素材组成。那第2个帖子只包含1个视频。那第3个帖子也是1个视频。这素材中的图片其实是这个视频的封面。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下素材文件的重命名。这些文件名分辨起来并不直观，那我们可以给它重命名一下。我把我们的这个文件夹所在的目录地址复制到我们工具箱这个图片处理工具中，然后这个 Insta 规范要勾上，然后点击重命名图片。这样，它就帮我们重新命名所有的素材文件。这个看起来就非常直观了。这001开头的就是1个帖子，2开头的是另一个帖子，3开头的也是1个帖子，这样方便我们今后重新利用这些素材。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关注主播，带你了解更多外贸黑科技。